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12号，比特币昨天短线跌了近 10%， 包括这两天在提的这一个18名的狗庄，这两天不买了，反而是在昨天卖了3000个比特币，价值大约 1.3亿美元。不过长线我还是看涨比特币多头的利润还是一直在持有，只是短线没办法，价格涨多了，主力也会洗盘或者是盘整。或者等一下再来聊一聊比特币下一个做多的买点，包括比特币短线的支撑，我们要怎么判断？如果你喜欢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图这几天视频是一直在给朋友们跟踪链上金鱼的数据，特别是18名的这一只金鱼，前两天它是持有4万枚，但是昨天或者是这一波上涨，它也是一路在买，就这几天是没有买，昨天是反而买了3000枚的比特币。所以有可能我的观点就像上一周跟朋友们提到的，比特币周线1、2、3、4、5、6、7连涨7周要小心因为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1年的7月份1、2、3、4、5、6、7，然后有下跌1、2、3、4、5、6、7 649K 最高点，最终是崩盘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比特币这个位置，也是连涨了7到8根，有可能主力专家他也是感觉比特币空间有一点高了，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会不会盘整洗盘一段时间，也是不排除然后我今天早上有跟踪了一下18名的金鱼，它是在去年底部的这个位置买了2万枚，然后在这个洗盘区间是在低点的位置25K 又再买了18000枚，只是最近卖了3000枚，然后其他的金鱼39名的也没买，11名的金鱼在去年的这个位置也没买，或者是26名包括38名的几只金鱼在 15K 或者是 20K 左右的这几只金鱼目前也还没有卖然后我们来跟踪一下比特币排名前100的钱包地址，也就是18名的这只金鱼，昨天是卖了3000枚目前持有的数量是38000枚左右，还是一样，第一次转入的时间是在去年的11月份。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昨天粉丝也是在评论区留言因为前面6号之前他是一直在买入，但是从6号开始7号、8号、9号、10号都没有买，昨天11号相信有可能也是感觉比特币是不是涨多了，可能卖出一部分获利了结，但是他并没有全部卖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蓝色的线去年11月份它转入了2万枚，当时比特币这一条灰色的线价格是在 20K 的底部然后2023年的6月份开始比特币涨到3万1附近，后面不是有几次下跌嘛，它这个蓝色的数量是一直在买，反正就是最坏的一个庄家一直在买，然后这边在洗盘又跌回到这一个 25K， 就是这个灰色的线全部都是在这个箱体，但是蓝色的线它是一直在买。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灰色的线，比特币价格涨它有时候也会卖出，或者是这一波灰色的线比特币从 35K 继续涨到 44K， 它也是一路在推升，有可能就是最坏的一个资金推也是它在推，然后出货或者是短线有风险的位置它出一点货，可能也是这个钱包在出，所以我们后续要不断去跟踪这个钱包地址，但是我的观点有可能它也是在计划长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2周的图表，也就是这一个非常出名的高斯通道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2周的蜡烛图形除了周线里面它是连涨了7到8周，有可能短线是不是会盘整，或者是会不会回撤，然后从高斯通道里面来观察2周的高斯通道，因为5天的跟周线的高斯通道早就已经转绿了，但是2周的高斯通道它突破这个上轨，我是一直在烦有没有可能它会不会又压回到这个上轨，因为我们观察历史的经验，比特币在2019年的底部，然后第一波上涨从3000涨到这个位置是接近15000，或者是它后面洗盘，包括当时在2020年的7月份这个位置继续突破高斯通道的上轨，
它2周高势通道也是会继续压回这个上轨的位置，所以我也是在观察下一步的买点有没有可能比特币价格如果真的有再压回到这个上轨的位置，会不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的位置？因为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当时的底部这个位置，比特币的底部2周的高势通道是有转成红色的结构，后面是突破了这个上轨，也就是在产量减半前突破了上轨，或者是产量减半之后它在这个位置又跌回到2周的高势通道，这个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而且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包括去年在 20K 的底部，为什么希望朋友们去抄底，或者是1000美金的以太坊？我们看一下历史上2周的高势通道，如果有跌破下轨，当然这种黑天鹅事件也猜不准啊。我的观点是，历史上如果有跌破2周的高势通道，可以看一下疫情爆发的时候跌破也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像这个区间跌破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而且2015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跌破2周的高势通道下轨就是非常重要的底部啊。所以现在比特币既然是连2周的高势通道上轨都已经突破，那我们要防它会不会再压回一次上轨，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形态啊。因为昨天这一根大跌感觉是非常的丑啊，它价跌量能是在增加，所以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大人或者是主力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卖了一些货，包括那个3000枚，如果按均价 43K 差不多也就是 1.3 亿美元，或者是比特币目前的支撑，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可以不用去看，还有下方的一个支撑就是这个 38K， 或者是前面有跟大家聊到的还有一个支撑就是在这个 44.5K 附近啊。当然我是希望比特币不要跌回到这个区间。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昨天的价格啊，跌的时候量能是在增加，那不然我的观点只能等啊。因为目前如果理想的一个情况，它能不能在这边稳出一个箱体的平台，然后只要这下方的几个支撑或者是这个 38K 不跌破的情况下，还是说它有没有可能挖一次坑到 38K， 然后最好是能再回到这个平台，这是相对中线的一个推啊。或者是就短线来看，前面有跟朋友们猜的这一个 44.4K 的一个压力区，或者是有做空，我的观点尽量以短线为主啊，不然观察一下短线的一个压力位，就是这个 43K 附近啊，有可能是不是主力卖出的成本就是在这个 43K。 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均线啊，20MA 目前是还在支撑啊，我们这一波就观察，如果在这个位置盘整，最好是不要把这个 20MA 给跌破，如果连 20MA 都跌破，那我的观点去留意一下还有一个 60MA 会不会下一步有支撑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